你的人生最开心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最近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在朋友圈给我评论，说你现在已经过上了让多少人羡慕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论上，当我看到这个评价的时候，我应该感到很开心，但实际上我当时的心情特别的平淡，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想了想，这是为什么？因为可能在他们眼里，能够在国外生活和工作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人生体验，但当你真正的在不同的国家工作和生活过，你就会知道，日子其实在哪儿，本质上都是柴米油盐。在中国有中国的烦恼，加拿大有加拿大的烦恼，西班牙有西班牙的烦恼。当你真正经历了那个阶段之后，你就会发现烦恼其实并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而已。所以现在的我其实不太会再去羡慕别人的人生，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你羡慕的其实也并不是现实的生活，而是你想象出来的那个版本。至于我的人生最开心的一段时光，我觉得是我拿到加拿大的学签之后的那段日子。那时候每天一想到将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生活，那种期待，那种兴奋，那种对未来无限可能的向往，我后来再也没有体验过。即使是从加拿大搬到西班牙，也算是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但是我却不再有那种雀跃的感觉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那么开心了。但是就在最近，我因为一件特别小的事儿特别开心，就是我终于学会踩水了。是的，虽然我自学了蛙泳、仰泳、自由泳，但是我始终不会踩水，我只能横着漂在水上，不能竖着。当我能够竖着在水里边扑腾的时候，我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真的可以说是热泪盈眶。我想告诉全世界，我终于会踩水了。但我知道无人会在意，因为没有人会觉得学会踩水是一件多么了大不起的事情，所以我就只能自己偷着乐。但是后来我去游泳的积极性明显就提高了。我之前是每周去一次，最近2个月已经雷打不动的，即使是大姨妈来了也不会影响的一周去2次，而且这周我已经开始实现一周去3次了。我最近还在小红书上学了自由泳的打腿技巧。我游泳的速度一直是仰泳最快，蛙泳其次，自由泳最慢，但实际上自由泳才应该是最快的那个。当我发现了这个打腿的技巧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去泳池想要去实践一下。我现在的自由泳速度已经可以超过隔壁的老大爷了。我发现游泳这件事情其实算是我人生的一个缩影。我是30多岁才开始自学游泳的，我起点低，学得晚，学得慢，但我不着急，我只关注自己的进步，只要有那么一点点进步，我就为自己鼓掌，哪怕这在别人眼里是多么不值得一提的一件事儿。我想我能一直有这样的心态，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父母在我小的时候都特别忙，我妈是市劳模，天天加班到深夜，我爸就是常年出差，我们一家3口能坐到一起吃晚饭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是自己待着的，而我们3个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从来不唠什么家长里短。我从来没有从我父母的嘴里听到过他们贬低或者是羡慕任何的人。我妈也从来不跟我说你看看人家谁谁谁。所以我觉得不攀比是我父母给我的最好的家庭教育。出国之后，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我基本上都是唯一的中国人。出于语言的限制，我其实很少参与同事之间聊八卦。我虽然不能像他们那样夸夸其谈，但是我更专注于提高自己的专业。所以每当同事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来找我解决。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欧洲团队
就有好几个同事，他们表达能力特别强，口齿伶俐，思维清晰。这要放在以前，我其实会特别的自卑，觉得自己不如人家。但是我现在完全不会这样觉得，因为我发现我们都各有优势，我更了解客户的需求，能够更快速的提出解决方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团队中工作，让我越来越觉得一个真正好的团队并不是由一群全方位优秀的人组合的，而是每个人都各有所长，互相信任，团结合作。我最近越来越能够理解什么叫做投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别人是在评价我们，但其实他们只是在表达自己。一个在意外表的人就会去评价别人的外表，一个注重能力的人就会去衡量别人的能力水平，而且这个标准在不同的眼里边也是各有高低。就好像同一个单身的女人，在一些人眼里边，在那些认为女人就该结婚生孩子的人眼里边就是不着调的，而在另一群人眼里，也许她却是独立自信的代表。而这个被评价的人并不会因为两方不同的评价而产生什么变化。所以别人在评价你的时候并不能定义你，他只是定义了这些人在意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做到的是对自我有足够的自我认知，不被他人的评价所左右。说到这里，我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食言了。我在之前讲关于约会的视频里边说，我之后会重新开启我的 dating app， 重新开始相亲。但其实我并没有，一方面是因为我太忙了，我一周2次游泳，1次普拉提，有2天还要去练车，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谈恋爱。另外一方面是我后来越来越发现，我其实之前谈恋爱，我是为了让别人来喜欢我，以此来证明我值得被爱。但是现在我很明确，我很可爱，我值得被爱，我不需要别人来证明，我可以自己爱我自己。当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他也许喜欢的并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他心目中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在你身上的投射。因为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他对另外一半的幻想，他只是在你身上找到了他幻想的那个形象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评价是一样的，我不会被别人的评价所左右，同样也不需要别人喜欢我来证明我值得被爱。当你慢慢的明白外界对你的评价只不过是别人在你身上的投射，你也不再会去用自己的标准去评价别人，你就会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成长和自己的快乐，你的内核也就渐渐的会成长出来，而很多内耗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我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觉得自己内核不稳，还是很在意别人的评价。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因为我觉得只是单纯的告诉一个人不要在意别人想什么说什么是起不到效果的。所以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最近的经历和我整段人生，我只是把我的思考记录下来，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我还想分享一件小事儿，就是我在加拿大有个朋友，他最近因为看了一部韩剧，觉得里边搞乐队的人特别酷，一向连音乐都不爱听的他，最近却学起了吉他，还忽悠我跟他一块儿学。我正好趁着有朋友回国，把他的吉他借来了，连续练了2-3周。你别说，还真有点上瘾。我们的目标很朴实，每天练琴半小时，预防老年痴呆，退休的时候可以组个老年乐队。以前总觉得人生一定要完成一件什么事儿，活成什么样的人，获得谁的认可。而现在越来越觉得，能够因为学会踩水而开心，学会弹小星星而开心，因为每天能够进步一点点而开心，就已经挺好的了。当你不再把自己放进别人的眼里生活，
你才能真正的活成自己。如果你也相信人生在任何阶段重新开始都不晚，也许你会对我35岁才第一次留学加拿大，40岁又搬到西班牙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感兴趣。之后我会分享更多我的真实故事和人生感悟，我们下期再见喽。